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啊。本期就和大家聊一下这一把 NJ80。这个 NJ80在刚推出的时候，就可以说市面上为数不多的75%配列键盘了。当时的话，更多的是98%配列。有看到这个75配列，我直接就沦陷了，就非常的喜欢。虽然说最后还是很可惜没有买到一把这个 NJ80，因为当时特别难抢这个键盘，然后抢到后面我就没有那个心情再去抢了，不想再要了。这个75配列的话，是在保留了 F 区的按键的同时，又删掉了一些不常用的功能区按键，就最大程度的去节省一个鼠标的空间。然后的话，也算是给75配列开了个好头了。今年的话，基本是在 NJ80之后，有很多75%配列键盘就开始井喷出来。今年也可以说是75配列的一个元年吧。这把键盘是一个粉丝朋友寄给我调手感的，他说这个空格键有一点点杂音，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非常的小，但是他还是不满意，所以要找我调一下。他是加了一个轴下垫和夹心棉的了，所以说这把键盘的一个表现就不能代表键盘你们刚到手的一个表现了，它的表现是会更好一点的。其实这把键盘并没有什么太多亮眼的设计啊，整体这个白色是有一点点偏暖色系的白色吧，就是一个乳白色，不会显得那么的高冷吧。有方向区的话，它是没有做下层设计的，就是跟这个组件区连在一起，可能操作上的话会有一点点误触的可能性吧，但是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右上角的旋钮是一个金属的旋钮啊，阻尼感是比较轻的，一根手指就可以很好的操作。然后的话，它这个旋钮的位置并不是一个居中的位置，它是靠上的，就给拇指的活动留出了一个空间。可以说想到这一点的话，设计师也是比较细了吧。看到底面啊，底面的话就是一段式的脚撑，脚撑的这个还是挺稳的。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 2.4G 的收纳槽，它这个是插入式的一个收纳槽，收纳之后的话是非常紧，无论怎么狂甩都不会掉下来。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开关，这个开关做的比较隐形啊，就跟整个背面合为一体的感觉。这把 NJ80 用的轴体就是加达龙的朱雀轴，这个轴的话也是用了那个什么全自动化长刃，就是跟我前2期视频说那个油网轴是一个技术。然后轴体的顺滑度也是非常的不错，所以它比较跟手，用的是一个双段的弹簧。大件的话就是墨玉黑，然后这个朋友说这个大件很垃圾，叫我帮他调一下。其实我上手看了这个大件，其实是已经挺不错了，这个声音有可能用了墨玉黑可能会掩盖一点点问题吧，但是就我看来这个问题就空格这边有一点空键声，然后退格有一点，其他的键都挺不错的。然后我这里就稍微花一点时间帮他弄一下，稍微花了一点时间已经把这个大键给调好了。最后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然后再说一下这个键盘现在的一个情况啊。NJ80 这把键盘是在21年上半年是非常香的，因为当时竞争是比较小的嘛。然后到后来像那个什么周75啊，然后光头哥的7513都出来了，就显得这把键盘的性价比没有这么高了。而且现在还有一波这个小小的涨价，淘宝店的话卖到了629块钱。至于现在还能不能买的话，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考量一下。因为这个键盘的话，做工肯定是要比光头那边好的，但是的话总体下来的话，我觉得它可能500多块钱我还是能接受，600多就偏贵一点了吧。